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最后一只稀有灵宠谢智。谢智的主战技能是为我方全体回血，这个完全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是主战技附加的两个效果，绝渊和断狱。我们先来看绝渊的效果，每层绝渊会使无视防御抗性提升 30%， 暴击伤害降低 40% 和伤害结果降低 20%。绝渊最多可以叠加5层，叠满后那就是破百的无视防御抗性提升，暴击伤害和伤害结果降低了，数值给的非常慷慨。持有绝渊的武将还可以免疫撞飞，此时隐约可以听到公孙瓒在呐喊：“我的专武呢？”当持有绝渊的武将本回合通过主动技能施加3次灼烧时，之后的每次攻击都会根据身上绝渊的层数去引爆目标身上的灼烧，最多引爆5层灼烧。这个就是火烧队专用的技能了。SP 陆逊和 SP 孙策都是能一回合就丢出3次灼烧的武将。绝渊的效果虽然很强，但它只能持续一回合。有2种方式可以获得绝渊，第一种是谢智释放主战技能后获得1层，不过这种获取方式会比较慢，所以不是重点。第二种是只要上阵至少3个同阵营武将，开场就可以获得3层绝渊，并且每增加1人就可以额外获得1层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上阵5个同阵营，就可以叠满5层绝渊了。若是在前2回合持有5层绝渊，还会额外获得 100% 最终防御力提升。最后一个效果是，若上阵的武将都是同阵营，还会使敌方全体怒攻消耗增加500点。这是个强大的控怒效果，再配合 SP 陆逊和 SP 孙策降低怒气上限的能力，将会带给对手很大的麻烦。绝渊的效果有一半是做给火烧队的，引爆灼烧的能力只有火烧能用。同阵营武将，火烧基本全是吴国，也是最大的受益者。其他阵营顶多就是享有无视防御抗性提升、暴击伤害和伤害结果降低的效果而已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断狱的效果。断狱只有我方的最高攻可以获得，战斗一开始就会有，每回合结束会重置断狱的层数。持有断狱的武将在首回合会免疫普通的控制效果，并获得2点龙魂值。这里的普通控制效果指的就是非衰弱型的控制。半免控加上2点的开场龙魂值是断狱最大的价值之一。持有断狱的武将，每层断狱会提升造成的伤害结果和减免 0.7%。断狱最多可以叠加100层，敌方每次被施加灼烧时，都会有 65% 概率会使断狱增加1层。若施加灼烧的是拥有断狱的我方最高攻，则每施加2次，额外获得1层断狱。现在灼烧的技能都是直接对全体的，所以一次就有机会提升6层断狱。若是由最高攻释放的，还有机会直接获得9层。再加上一些能使灼烧扩散到相邻武将的技能，火烧队想在一回合叠满100层断狱也不是不可能的。断狱能给最高攻非常大的提升，随着断狱层数的提升，我方最高攻造成的伤害结果和减免都会越来越高，直到下回合开始效果才会重置，需要重新叠加。断狱还会有层数效果，持有10层断狱时，谢智释放主战技能时，效果会额外生效1次，也就是可以获得额外的1次回血和1层绝渊。我方每叠加20层断狱，最高攻就会恢复500点怒气，全体武将则会获得回血，并且还会额外恢复已损失血量的 50%。若血量低于 60%， 回复量还会提升至 80%。每回合最多触发5次，刚好达到上限100层。当首次持有40层断狱时，敌方灵宠攻击力会降低 50%。首次获得70层断狱时，持有断狱的武将会释放万灵之兆，随机连续释放5次普攻、怒攻或龙魂技。这个效果还是挺可怕的，若是挨了普攻那还好说，但若都是龙魂技，那就苦不堪言了。总之，它会有很大的随机因素，发挥全看运气。若是第2次触发，连续释放的次数会降低至3次。
最后一个效果是，若谁能在首回合先叠满100层段誉，下回合开始时，就可以额外释放一次万灵之兆。双方只有其中一方可以获得此效果，对方放了，你就不能再触发了，所以要比快。段誉的技能基本是全给火烧了，所以其他阵营基本不会使用谢智来当主战。不过由于异火蛇先出了，有3火以上的主战必定还是用异火蛇的。但若你的异火蛇只有2火，无法触发助战灵宠的主战技能，同时又有能力将谢智直接抽满5火，那你就要自行测试一下是5星谢智好，还是2火异火蛇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助战谢智的技能。助战谢智一样也会有2个主要的效果。谢智在首回合对敌方释放惩恶，然后在每回合结束时，会再根据敌方此回合造成的伤害与治疗量去做一个判定。若伤害比治疗高，则对敌方释放惩恶，反之则对我方释放显善。反正对方一定是恶人，自己一定是善人就对了。惩恶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，并使护盾失效概率提升 25%， 造成的最终伤害降低 60%。当敌方造成真实伤害时，还会将大于最大生命 50% 的部分转为对自身的治疗。每个武将每回合最多触发2次，也就是说，被施加了惩恶的敌方造成的真伤都不会超过半血，超过的部分都会变成治疗为自己回血。如果你没有5红命魂孙权，那么助战谢智大概就是你对抗真伤最好的方式了。惩恶的第2个效果会使敌方释放龙魂技后，后续龙魂技消耗增加1点，效果只会持续1回合。这也是很强的效果，毕竟现在能多一点或少一点龙魂值的消耗，对战斗的影响都会很大。惩恶的最后一个效果，完美的克制了斩杀。若我方受到了斩杀效果，非但不会死，反而还会获得 40% 最大生命值的回血，每回合最多触发1次。有了谢智助战，斩杀就彻底变成反效果了。惩恶的打盾、防斩杀、降低真伤的效果，基本是用来对抗火烧和盾队的，当然也可以用来内卷用。若敌方连续3个回合都处于惩恶，则我方也可以同时获得显善效果。敌人太强大，所以我方只好拿出2个效果来对抗。但现实是，3个回合后胜负也应该分出来了，这个效果其实也没太大的能力来换回战果了。接下来是显善的效果，显善会为我方回血，并使全体武将恢复1000点怒气和2点龙魂值，同时还会净化我方全体每人2个衰弱状态，优先净化控制效果。若我方的血量低于初始血量的1半，还会额外触发1次显善的效果。显善的也会提升己方全体最终抗爆率与最终抗破甲率 25%。我方没有一个同性别的武将，就再提升1次效果。显善的最后一个效果，会使我方武将每回合首次怒气超过500点时，立即释放1次怒攻。这样，即使怒气上限被限制在500点，至少也可以放出1次怒攻来。能回血大于伤害的，大概也就只有女团，所以显善就是专门用来对抗女团，或女团用来内卷用的。由于主战的位置已经被异火蛇霸占，所以谢智就只能去当助战了。助战的其中一个位置是风伯的，所以谢智就只能和饕餮去争最后一个位置了。火烧一定是用谢智助战了，带着 SP 陆逊的蜀国也是谢智助战，女团则大概率也会用谢智助战。至于盾队就比较迷了，他的助战可能会在风伯、饕餮、精卫和谢智中做选择。助战谢智的功能是有一定程度克制着饕餮和精卫的，所以他和风伯才会是坚持的最久的2只稀有灵宠。谢智在魔窟也有很高的上场率，因为他主战和助战都可以上，所以个人是会更推荐抽谢智大于其他旧灵宠的。若是拿来主战，谢智最少要4星，最强的效果在5星。若只是助战，则3星就够用了，但缺点是触发的主战技能也会只有3星。
稀有灵宠之后会变成随时都可以抽，但商店的卷每个月才会刷新一次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